结婚第7年，贺玉川出差在朋友圈发了2张实况照片，并配文：出差这几天真的好想老婆，可我却在点开实况以后听见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评论了一句：你还有第2个老婆吗？这条朋友圈秒删后，贺玉川打电话过来怒骂我：你就是个没脑子的杜甫，整天疑神疑鬼。我和青青不过是在工作，别再用你龌龊的思想揣摩我们。换作从前，我一定会1哭2闹3上吊，甚至下跪来挽回贺玉川的心。可是我累了，拿着手里的产检报告，转身去做了人流。这一次是我不要他了，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看到贺玉川这条朋友圈的时候，我正在医院产检，我已经怀孕3个月了。原本我打算等他这次出差回来后，就告诉他这个惊喜。如果我没有点开那2张实况照片的话，照片一张是酒店窗户布局，一张是一对装在绒布盒子里的高定耳饰，是我前段时间跟他说的我喜欢的那对。原本我是很开心的，直到我点开这2张实况照片以后，阵阵为爱鼓掌以及女人娇嗔的声音传入我耳中，我忽然觉得好没意思，攥紧手里那张刚拿到的产检报告，转身去做了人流。而贺玉川到家的时候，我正因为腹部疼痛蜷缩在床上，他本来还要过2天才回来的。或许这次因为心虚改了行程提前回来，不过我不在乎了。有意思吗？就因为你的那句话，青青难过的一直哭，还为此没有心情陪我去工作，丢了一个大客户。贺玉川见我不理他，一脸烦躁的推了我一把，我疼得厉害，没有精力应付他，只是淡淡嗯了一声。你还在生气？我都跟你解释过无数次了，我和青青是清白的，我和他只是上下级的关系，你能不能不要像个没脑子的杜甫一样？更何况人家青青是职业女性，一切以工作为重，是不会像你这种家庭主妇一样只知道情情爱爱的。好聒噪！我皱着眉，拖动被子将头蒙住。按照以前，我一定会崩溃大哭，要求贺玉川给我一个解释。可这次我却出奇的安静，许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贺玉川的语气忽然软了下来，染上几分慌乱。之愿，我知道你误会了，就立马赶回来了。你看我还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那对耳环。贺玉川每次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以后，就会买一些贵重的礼物来哄我。他将我连人带被子搂在怀里，冰冷的唇落到我的额头上，独属于叶青青身上的那股腻人的香水味窜入我鼻中。我甚至可以想象到他们2人在之前在酒店的画面，一阵恶心涌上心头。我转了个身，不再面对他。贺玉川的耐心耗尽了，他不再好言好语的哄我，而是一把掀了我的被子。安之愿，老子是不是给你脸了？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你还给我脸色看？不过很快他就愣住了，他看到了我裤子上的一抹鲜红。之愿，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流血了？贺玉川神色慌张，我没说话，只是把被子拉回来盖住。贺玉川满脸担心地说要送我去医院，他刚把我打横抱起，包里的电话就响了。你的宝贝来电话了，快接电话。这是贺玉川为叶青青设置的专属来电铃声。贺玉川神色不自然地解释着，这是青青自己设着玩的，你别当真。我平静地回道，挺好的。贺玉川没有理会我的不对劲，他一把将我扔回了床上，转身出去接电话。我被颠了几下，小腹疼痛更甚。贺玉川打完电话回来时，
手里已经拿上了西装外套。就是因为你的胡闹，青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要跳楼，我马上过去，你自己打车去医院检查一下，等你好了以后就去给青青道歉。紧接着一声重重的关门声后，卧室陷入一片死寂，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从眼角滑落。以前的贺玉川连我的手指破了点皮都会慌乱半天，现在的贺玉川却为了哄自己的小情人，让我自己打车去医院。我好不容易睡着，缓解了一下疼痛，却又被接连不断的手机铃声吵醒了。是贺玉川的兄弟江白。江白平时对我也挺尊敬的，每每见着我都是面上堆着笑，嫂子嫂子的叫着。我耐着性子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嘈杂的音乐声一瞬间静止。嫂子，我是江白，我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和贺哥有点误会，这样你来我们这边一趟，就当玩一玩散散心。一会儿啊，我们几个替你说说贺哥。我立马拒绝，不去。可江白却还以为我在闹脾气。行了，嫂子，别闹脾气了。如果半个小时你还不来，我们就开车来接你。就这样，定位发你了。江白挂断电话，将定位发了过来，是一家他们常聚的 KTV。我知道他们有多难缠，并且我现在还没有和贺玉川离婚，没办法一走了之。我忍着疼起床换了衣服，打车赶往了 KTV。我刚推开包厢的门，就看见叶青青靠在贺玉川的怀里，二人正在旁若无人的接吻，而周围贺玉川的兄弟都在起哄。很显然，我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和谐，众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叶青青也一脸娇嗔挑衅地看着我。贺玉川眼底闪过一抹震惊和慌张，连忙将叶青青从腿上推了下去。他起身走向我，之愿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刚刚是我和青青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我后退一步，躲开了贺玉川试图拉我的手。贺玉川的手停在空中，他的脸上浮现出尴尬，很快又被愤怒取代。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你跟踪我，我就知道你这种女人对别人一点信任都不会有。多亏了江白，在我赶去公司之前就把青青救下来了，不然你以为你还能看到青青站在这儿吗？我劝你最好是给青青道个歉。我歪着头看向江白，江白醉了酒也不装了，他朝我举杯，对不住啊，嫂子。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这种家庭妇女配不上我们贺哥，你哪能跟我们青青比啊？我们青青又能干又漂亮，还善解人意，会和贺哥一起陪我们兄弟玩，哪儿跟你似的，还管我们贺哥喝酒。我明白江白的意思了，他是故意让我来看到贺玉川和叶青青亲密，好让我彻底死心离开贺玉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道理我算是彻底悟了。贺玉川面上闪过一丝不悦，他推了一把江白，你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再说了，我和青青是清白的，没有那个意思。贺玉川并没有反驳江白说的我配不上他，因为在他心里，一个陪他摸爬滚打多年，脸上早已留下岁月痕迹的女人，怎么能配得上现在功成名就，身边美女如云的他呢？我从包里拿出今天下午打印好的离婚协议，扔在了桌子上。江白说的对，你和叶青青才是最合适的。贺玉川，我们离婚吧。包厢里陷入短暂安静，贺玉川呼吸变得急促，他不可置信地瞪着我。你说什么？我迎上他的目光，一字一句道：我们离婚吧。这是我第一次开口提离婚，但是在我之前，贺玉川已经提过无数次了。我去公司找他时，
不小心打翻了叶青青给他做的盒饭。他跟我提了离婚，他和叶青青出去旅游，叶青青发朋友圈秀恩爱，我气急找贺玉川闹，他也跟我提了离婚，甚至在叶青青几次三番当面挑衅我，我忍不了打了他一巴掌之后，贺玉川不仅提了离婚，还狠狠推了我，他的力道太重，直接把我推得从楼道滚了下去。我流产了，那是我和贺玉川的第一个孩子，还没有成型，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杀死了。可是贺玉川当时不仅没有一丁点愧疚，反而气急责骂我，说我没有照顾好他的孩子，你真是个蠢货。这就是你嘴贱手贱的报应，你造下的孽，却让我的孩子承受代价。那时的我甚至顾不上腿间流满的鲜血，我爬到贺玉川的脚边，跪着道歉，崩溃地哭着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惹他生气了。他这才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我体质特殊，之后很难再怀孕了。此时的贺玉川才有了一点懊悔和自责，不过他又很快丢下我去陪叶青青，因为打雷了。叶青青最害怕打雷，我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病房里，贺玉川已经忘了我也最怕打雷了。以前每次打雷的时候，就算他已经睡着了，也会下意识地将我搂在怀里安抚我，只怨不怕，我在不在了。思绪拉回，我冷冷地看向现在西装革履的贺玉川。贺玉川咬牙切齿地冲上来，牵住我的肩膀。你再说一遍，你竟然敢和我提离婚！叶青青忽然哭着冲上来，抱住贺玉川。贺哥，我老是被嫂子这么冤枉，我真不想活了，实在不行就让我去死吧，别让我一个外人打扰你和嫂子的婚姻。叶青青嘴上说着想死，手却紧紧抓住贺玉川的衣服。贺玉川此刻却出乎意料的没有哄着叶青青，而是猩红着眼看向我。安之愿，你真是胆子大了，竟然敢拿离婚来跟我玩欲擒故纵这一套。叶青青见状，又立马换了一种说法。贺哥，你不是说嫂子流血了吗？我明白了，嫂子这是大姨妈来了，心情不好呢。贺玉川原本紧蹙的眉头一瞬间舒展开来。叶青青这句话为我今日奇怪的举动找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贺玉川长舒一口气，他扒拉开叶青青的手，几步上前拉住我。原来是大姨妈来了，心情不好，怪不得。江白在一旁和其他几个兄弟小声嘀咕，什么大不大姨妈的，真是矫情。我看青青也没有这样过呀，难不成就她安之愿是女人，就她会这样？像她这种窝在家里花男人钱的女人就是矫情。算了，就当贺哥倒霉吧。我不愿意扯入过多的话题，只是指了指桌子上的那份离婚协议。我劝你尽早签了它，我想你应该不想看到我的律师来找你谈。贺玉川拿起桌子上的离婚协议撕了个粉碎，我满不在乎。没关系，你撕了，我可以继续打印。贺玉川好言好语地哄着我，别闹了之愿，你不舒服就回去躺着吧，我一会儿就回来陪你。看着贺玉川这副死皮赖脸的模样，我知道我必须找律师了。临走前，我又扫了一眼包厢里用仇视目光打量我的男人们，你们怕不是都忘了，贺玉川现在的企业江山都是我这个你们口中的家庭主妇陪他打下来的。我当年的成就，是你们这几个只会拿下半身说话的动物这辈子都比不上的。在贺玉川身边当狗当久了，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尤其是你江白，玩得最花，我最瞧不起你了。不如早点去查查身体吧，你看起来像有脏病的样子。我早就看不惯这群男的了，之前一直看在贺玉川的面子上，
我从来不会多说一句话，现在可不一样。说完后，我直接离开，不再理会身后传来的怒骂声。我回去没多久，贺玉川就回来了，他带着满身酒气回来。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在客厅里煮好醒酒汤等他，再替他按揉脑袋。我将卧室反锁以后，睡得很香，而贺玉川好像一夜都没睡。早晨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坐在沙发上，他身上还穿着昨晚上的那套西装，酒气未散，他的眼睛有些肿胀，眼底一片乌青。看见我出来了，贺玉川连忙起身，知苑，我给你买了早饭。我朝桌子上瞥了一眼，是一份海鲜粥，可我对海鲜粥过敏，反而是叶青青最爱吃海鲜粥。我径直走进厨房，拿了一份面包牛奶，坐到桌子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把离婚协议签了？贺玉川愣了一瞬，随即烦躁地踢了一脚凳子，凳子摔倒地上，砰的一声，我眼睛都没眨一下。谁理他？我都给你买早饭了，你还想怎样？你有完没完啊？你出去瞧瞧，谁家的女人跟你一样？你别以为你大姨妈来了你就能骑到我头上。在贺玉川的心中，他大发慈悲给我买一份早饭，我就应该感激涕零，顺着台阶就下。那我过去9年每天亲手给他做的早饭算什么？我淡淡开口，我对海鲜过敏。贺玉川眼中的怒火倏然寂灭，他像是被人抽光了力气，瘫坐在沙发上。很快，他又起身将桌子上的海鲜粥提起来，扔到垃圾桶里。他解释着：“对不起，我忘了，青青最爱吃这家海鲜粥，所以我就以为你也爱吃。”我头也不抬：“无所谓。”贺玉川问我：“你不生气？”我挑了挑眉：“有什么好生气的？不过你还是尽快把离婚协议签了吧。好歹夫妻一场，闹到最后就不好看了。”贺玉川没有接我的话茬，只是说了一句公司有事就离开了。之后的几天，贺玉川都按时回家，不似往常一样总是借口公司有事住在外边，每天都给我带了鲜花，甚至买了很多以前我说了很多次却觉得太贵没买的东西回来。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下厨给我做饭。我看着桌上那些被叶青青发朋友圈炫耀过无数次的菜，只觉得廉价极了。贺玉川真以为我会为了他这点迟来的讨好回头吗？我这几天一直在联系律师办理我和贺玉川的离婚事宜，没有什么精力搭理他。直到这天接到我妈的电话：“苑苑呐，我和你爸来找你了。妈听玉川说你们俩闹矛盾了，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你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爸妈担心你，知道你们俩吵架以后睡不着觉，连夜就赶过来了。你就当给爸妈一个面子，给玉川一个道歉的机会。我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爸妈只知道贺玉川对我好，却不知道贺玉川背着我做的那些事。好啊，不过他该道歉的不只是我，还有人等着他的道歉呢。希望贺玉川可以喜欢我给他的这份大礼。”饭店包厢里，贺玉川坐在最中间，他的左右两边分别坐着我爸妈和他爸妈。此时我爸妈面露难色，反倒是贺玉川的爸妈一脸傲气，鄙夷地看着我。不用猜都知道，贺玉川在我来之前就添油加醋说了很多，把所有的错都推到我身上。果然，我屁股刚挨到凳子，我婆婆就掐着嗓子发话了：“小川是把你宠得越来越没样子了，你看看你还像个给人家做媳妇的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嫁进来是给我们家做祖宗的呢。我儿子现在这么优秀，身边有点女人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个青青我也见过，是个知书达理、很识大体的姑娘，哪像你呀？一股小家子气的味道。贺玉川拉了拉他妈的袖子，我妈是最看不得别人这么贬低我了。他直接一拍桌子，亲家母，你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先前你们说我们家苑苑是莫名其妙发脾气提离婚，现在倒扯出个什么青青来了，我管你什么青青绿绿的，我女儿周围都没出现男人，她贺玉川身边凭什么有女人？见我妈愤怒开口，贺玉川连忙替自己解释，妈，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叶青青是我的助理，就因为和我平时走得近了些，所以知苑就不高兴了。看着贺玉川倒打一耙的嘴脸，我只觉得好笑。贺玉川，你的那2张实况图我可是录了屏的，你要我现在放出来吗？贺玉川一时语塞，不过还是梗着脖子解释，那是你误会了，那是电视机里的声音，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笑着摇了摇头，只问了句，听我妈说你是来给我道歉的？贺玉川嗫嚅着唇，点了点头，好，那你也别光给我道歉了。我从包里将2份产检报告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你给他们也道个歉吧，你的2个孩子，他们都被你杀了。我妈首先拿起那2份产检报告，她紧紧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哎呀，苑苑，你怀了2次，怎么都没跟爸爸妈妈说呀？爸爸也颤抖着手推着眼镜，试图看清报告上的文字。我苦笑，都流掉了。一次是被贺玉川推下楼流产的，一次是我发现贺玉川出轨以后自己打掉的。贺玉川额头青筋暴起，他红着眼从我妈手里夺过报告单。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什么时候又怀上的？我怎么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冷冷地看向他，什么时候怀上的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他是在我知道你和叶青青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之后打掉的就行。公公和婆婆也开始哭嚎，哎呦，我那2个外孙哟！安之苑，你个丧良心的，你怎么能打掉我的外孙？我们玉川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你是不是想让我们贺家断子绝孙？我妈听不下去，她抄起桌子上的碗就朝着贺玉川的头砸下去。贺玉川的额头开始渗血，可他好像感受不到疼痛般，只是紧紧攥着那2张报告单，嘴里不停呢喃着，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妈气急，颤抖着手指着贺玉川，咬牙切齿道，我们家虽不是什么豪门，但我的女儿也是我和他爸捧在手心长大的，容不得你们一家这么糟践。你还记得你当初求我们把女儿嫁给你的时候吗？那时候贺玉川很穷，浑身上下拿不出1000块钱，却还能凑出600块给我买我喜欢的呢子大衣。他在雪地里给我爸妈跪下磕头，他说他这辈子就认定我了，会倾尽所有给我最好的。他说如果贺玉川敢辜负安之苑，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爸妈怕我嫁过去受委屈，把我关在房间里，死活不让我出去找他。贺玉川就在外边跪了一晚，他将自己跪成了个雪人，我爸妈都没松口。他天天来，天天求，我也绝食闹着要见他。后来爸妈实在是不忍心看我不吃饭，日益憔悴下去，这才同意我们见面。贺玉川后来的确遵守承诺了，他成了大老板，开了公司，给了我最好的，可是他的心却变了。如今的贺玉川再也没有以前硬气的模样了，他脸色惨白地跪在地上，哭嚎着想把那2张报告单融入骨血里。爸妈拉着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爸妈说要带我回家，可我还不能走，
我和贺玉川的财产分割还没完，我把爸妈安排在了最好的酒店里，让他们多玩几天。我还要等着贺玉川将离婚协议给签了。3天后，我将贺玉川约到咖啡厅。贺玉川看着憔悴得很，我拿出一份新的离婚协议推到他面前。别闹了，贺玉川，你已经不爱我了，不是吗？我们就好聚好散吧。我不离婚，志愿，我只爱你呀，志愿。你不要对我这么残忍，我离不开你的。我和你在一起9年了，9年你还不能明白我的真心吗？我的平静和贺玉川此刻的疯癫形成对比，就像以前无数次他一脸平静地看着我发疯一样。我说，你爱过我，可后来爱消失了，不是吗？贺玉川摇头，没有消失，我爱的你一直都是志愿，我心里从始至终只有你。我妈撒着咖啡杯，那你为我做过什么呢？贺玉川嘴张了半天，愣是憋不出一个字来。我笑了，他一句不喜欢我抛头露面，他会吃醋，我就全心全意做家庭主妇，只为照顾他。这么多年来，每天等他回家的是我，做饭的是我，替他洗衣服打扫卫生的也是我。偶尔节日贺玉川为我准备的惊喜，却是叶青青随意替他挑的。他甚至都忘了我爱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他对叶青青的宠溺，甚至不亚于对当年的我。我其实一直想不通，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贺玉川，你的爱是真的，你的背叛也是真的。我总不能后半辈子都守着和你几年前的回忆过日子吧？贺玉川不说话，只是拉着我的手，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像以前每次惹我生气来求我原谅一模一样。当时我调侃贺玉川像小狗，算了，现在说他像狗，我都是侮辱了狗。我们的孩子没了，我对你的爱也没了。贺玉川，这一次是我不要你了。贺玉川的眼眶盈起泪水，我拿起包起身，记得签字。一转头，我在咖啡店门口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叶青青。玉川，叶青青脸上带着止不住的笑意，她手里攥着一张纸，提着裙子小跑进来。贺玉川想上前追我，不过还是停住步子，对叶青青扯出一个笑容来。我没有理会这对野鸳鸯，直接离开了。不过余光中，我依稀瞥见叶青青手里拿的是一张产检报告，起码2个月了吧。我想着，原来他们在那么早之前就已经近距离接触了，实在令人恶心的不行。我突然觉得，就这么和贺玉川平静离婚，实在是太便宜他了。我要折磨他，将他曾经加注在我身上的痛苦加倍还给他。贺玉川晚上回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没有之前的颓废感，他笑得眼角起了褶子，身上还带着叶青青的香水味。彼时我正在餐桌旁，一边吃螺蛳粉一边追剧。贺玉川最讨厌螺蛳粉的味道，他以前从来不准我在家吃螺蛳粉，就连我每次在外面吃完螺蛳粉回到家，贺玉川都会嫌弃我身上臭，必须洗3遍澡，再喷香水去味，才准我上床。可现在满屋子都弥漫着螺蛳粉的味道，贺玉川却不敢再说什么。果然，男人就是不能太顺着。贺玉川只是皱了皱眉，并没有多说什么，反而是面上带笑的坐在了我的对面。他揉搓着双手，讨好的跟我说：“知苑，青青怀孕了。”我淡然一笑，头也不抬：“恭喜啊！”贺玉川神色一僵，很快接着道：“你不是一直想要孩子吗？等叶青青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就由我们2个养着，孩子也只会认你当妈。”我从美食中抬头，一脸惊愕地看向贺玉川，一个人竟然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想让我帮他和别的女人养孩子。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所以你终于承认你和叶青青不清白了？贺玉川怔愣了片刻，眼尾泛红道：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之愿当时是有一次出差，我和青青都喝多了，没有意识，才不小心做了那样的事情。青青自己也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这才主动提出要把孩子给你养。你能不能不要误解我们了？哪个男人不犯点错呢？我的心永远都在你那儿。我平静地看着他。好啊，不过之前的事情我还没原谅你呢，我得看你表现。贺玉川长舒一口气，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从这以后，贺玉川每天都会亲自下厨给我做饭，不过我不是觉得淡了，就是觉得咸了。每次都要让贺玉川重做，然后我会在贺玉川连着重做几次后，将桌上的饭菜打翻在他身上。贺玉川，你真没用，做了这么多次了，还做不好，你根本对我就不是真心的，就像是以前贺玉川对我那样。贺玉川将我每天专门做的爱心午餐都给了叶青青，可叶青青会百般挑剔我的手艺，并且还跟贺玉川发脾气说饭不好吃。贺玉川这时候就会打电话来骂我：你这个蠢货，都不用你工作了，整天在家待着，连饭都做不好，你对我根本就不是真心的。可我以前在家也是不做饭的，爸妈舍不得我下厨，妈妈还说我宝贝女儿这么漂亮的一双手，不是拿来给别人做饭的。但是贺玉川的胃不好，害怕他胃疼，我就一直练习做饭，哪怕切破了手指，哪怕被邮件得手上起泡。现在想来，只觉得讽刺极了。结婚7年，我都没吃过几顿贺玉川做的饭，可他和叶青青才认识多久，就频频给叶青青下厨，甚至还糟蹋我的心意。想着，我拿起桌子上的水扑到他脸上。贺玉川，不想真心给我做饭就滚。贺玉川下意识地伸手挡住脸上的水，我看见他的拇指上贴了创可贴，我瞬间愣住了，眼眶蓄起泪水。玉川，你的手怎么了？贺玉川连忙将手藏到身后，声音沙哑：没事的，之愿，只是一点小伤。我的眼泪滑落，抽噎着，你就知道这样来惹我心疼。说完，我就跑回了卧室里。这副样子落到贺玉川的眼中，他只会觉得只要他受伤了，就能挽回我的心。在那之后，贺玉川身上就频频出现伤口，而我依旧每天对他冷言冷语，只有在他受伤的时候会表现出心疼。他身上的伤也从起初的擦伤摔伤变成了再后来的刀伤。可是贺玉川的精力真的是十足的旺盛，他在费心讨好我的同时，还能分出心神去照顾怀孕的叶青青。有时是在收拾被我摔碎的碗盘，收拾到一半，青青打电话说肚子不舒服，我得陪她去医院看看。我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孩子。有时候是在买花回来的路上，青青说她有家特别想吃的点心，我想着肯定是肚子里的宝宝想吃，我先去给她买了再回来。贺玉川把她去照顾叶青青的所有行为都归在了照顾宝宝身上，好像这样就可以掩盖他出轨的事实。每每他去陪完叶青青回来以后，我都会把家里砸个稀巴烂，再倚在门口看着贺玉川跪在地上慢慢收拾。我坐得住，可叶青青却是再也坐不住了。他把我约了出去。安之愿，这样有意思吗？玉川他已经不爱你了，你这么缠着他，只会显得你廉价没人要。我看着眼前的叶青青，肚子都没怎么隆起，就早早穿上宽大的孕妇装，生怕谁不知道她给别人做了小三，怀了孩子一样。
我端起面前的咖啡抿了一口，可是不是我不想和你的贺哥哥离婚，是他不愿意和我离婚，这可怎么办呢？叶青青嘲讽一笑，怎么可能？贺哥哥爱的是我，他把你们的孩子给弄流产了，却精心呵护我和他的孩子，你还看不明白吗？安之愿，你已经老了，你以为你还是曾经那个年轻漂亮的人吗？你这辈子都比不过我。我毫不犹豫端起面前滚烫的咖啡泼在了他的身上。不好意思，你身上味太臭，我给你去味。叶青青尖叫一声站起来，原本狰狞的面孔却在看到门口的贺玉川那一刻化作柔情。你怎么可以泼我呢？我肚子里可是怀了贺哥的孩子啊！贺玉川3步并2步过来查看叶青青身上被我泼到的地方，闻言他也抬头，目光带着责怪。之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青青还怀着孩子，你怎么可以对她动手呢？我一巴掌扇在贺玉川的脸上，你不是说他肚子里的孩子以后要给我养吗？这么点挫折都受不住，怎么当我的孩子？贺玉川正欲解释，我反手又是一巴掌，直接把他打懵了。提上包以后，我就快步离开。很快，身后传来叶青青的哭闹声。贺玉川，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的孩子让他来养？这可是我的孩子，你不是说过会娶我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呀？我可是怀了你的孩子。紧接着又是一道巴掌落在脸上的脆响和叶青青的尖叫。我不理会身后的闹剧，而是看了看手表，快来了。贺玉川的父母匆匆赶来，尤其是贺妈妈从车上赶着下来，甚至踉跄了几步。贺妈妈特别想要孙子，此刻叶青青怀了他们贺家的孩子，他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宝贝外孙是小三的儿子呢？这下那份离婚协议，无论贺玉川想不想签，他都必须得签了。果然，叶青青一看到贺妈妈来了，就攥着手里的产检报告扑进他的怀里。伯母，我怀了玉川的孩子，可玉川不仅连同安之愿来打我，甚至还让我把孩子打掉。我知道这个孩子来的名不正言不顺，可他再怎么说也是您的孙子啊！贺妈妈一脸心疼地将叶青青抱在怀里，贺爸爸则是一巴掌扇在贺玉川的脸上。你个畜生，竟然敢这么对青青！贺妈妈搂着叶青青哭天喊地，要是青青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3长2短，我也不活了呀！你必须和安之愿离婚，一个下不了蛋的母鸡留在我们贺家，只会给我们抹黑。这样等我死了以后，还有什么颜面去见贺家的列祖列宗啊？后来在贺妈妈的以死逼迫之下，贺玉川签了离婚协议。他看起来比之前还要沧桑，两鬓甚至生了几根白发。之愿，我是迫不得已的，你等着我。等青青生下孩子以后，我就和你复婚。我接过那份离婚协议，满意的笑了。在贺玉川对我的愧疚之下，他几乎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了我。目的达成，我不愿和他多做纠缠。我起身睨了贺玉川一眼。贺玉川，你在想些什么呢？你已经脏了，我不要你了，我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了。贺玉川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他颤抖着双唇。之愿，你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你不要这么说我好不好？你不可以这么说我，我受不了的。你不能对我这么残忍。我嗤笑一声，你做梦呢？我可以原谅你，那2个死去的孩子会原谅你吗？贺玉川，你这个人自私虚伪，你到底对谁是真心的？你可别演戏演久了，真当自己是什么绝世深情人设了。贺玉川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扬着手要来抢我手中的离婚协议。我侧身躲开他的触碰，
接着又是一巴掌扇在他脸上。你太脏了，别碰我，滚！贺玉川跪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我却是头也不回地离开。我在贺玉川身上浪费的这几年的青春，是时候替自己找回来了。我开了一家宠物卡，我最喜欢小猫小狗了，但是因为贺玉川不喜欢这些毛茸茸的动物，所以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养过。现在我可以尽情撸猫撸狗了。我还开了一家蛋糕店，因为我很喜欢吃甜品，平日里又很喜欢自己做小蛋糕，这既可以满足我的味蕾，也可以更好地发挥我的手艺。贺玉川和叶青青结婚了，但是没有办婚礼。不用猜，我都知道。贺玉川借口说叶青青怀了孩子，不方便办婚礼，而叶青青一心要当总裁夫人，有了证就行，她可以不在乎婚不婚礼的。偶尔我还能看见叶青青朋友圈里发的她和贺玉川的甜蜜照片。贺玉川并没有停止联系我，他试图通过各种方法跟我发消息打电话，不过来一个我就拉黑一个。久而久之后，贺玉川就再也没有死皮赖脸地联系过我了。不过我的蛋糕店偶尔会出现几个同一个地址的大单子，不用猜我都知道这是贺玉川的手笔。不过没关系，他要上赶着送钱，那我就受着呗，这是他欠我的。我过了一段时间的幸福小日子，直到这天贺玉川找到了我的蛋糕店来。知苑，青青生了，是个女孩。贺玉川一脸兴奋地举着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看，我用看智障的眼神打量他。生就生了呗，怎么，你还要我给你们的孩子送红包吗？贺玉川激动的眼眶溢满泪水，他拉着我的手，你还记得吗，知苑？我之前跟你说等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复婚。你看他多可爱呀，特别像你。我给他取名叫贺思苑，代表着我对你的思念。我挑眉看向他手里的照片，轻笑一声，贺玉川，我瞧着你女儿长得也不像你啊，尤其是她嘴角的那颗痣。我装作思考的样子，像不像你的好兄弟江白？贺玉川的笑容僵在脸上，他也开始仔细看着这张照片，脸色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白。我看着他慌乱逃走的背影，只觉得好笑极了。没想到我随口一说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贺玉川回去以后就和贺思苑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他和贺思苑没有任何亲子关系。贺思苑是叶青青和他好兄弟江白的女儿，他们惦记的就是贺玉川的公司。听说他把江白的腿打断了，不过我不太关心，我怕他缠上我。匆匆请了个代理店长以后，我就带着爸妈去旅游去了。贺玉川弄了个新的手机号，给我发了很多短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他的懊悔崩溃。他说，知苑，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会被叶青青勾引住，是因为叶青青像年轻时候的你，她和那时候穿着白裙子，发丝被风吹起的样子好像。你当时太美了，让我忘不掉，所以当叶青青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其实我本质爱的还是你，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只有你。我瞥了一眼，继续拉黑。我和叶青青可一点都不像，这无非是他自我欺骗的理由罢了。至于他以后会怎么样，我可一点都不在乎。下一站是长白山，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雪了。对了，还有一只我养的小狗，我们一家4口会有崭新的生活。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